狮子非常爱吃巧克力。我一张嘴说话，他说你是不是又吃巧克力了？我问我说你这场戏要流血吗？好夸张啊！怎么可能扛一手？你的灵符里还长着属于我的花。如果我不爱你，我到哪都会过得很快乐；但如果我不爱你，我到哪儿都不会过得这么快乐。腾讯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颖璐。腾讯娱乐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飞宇。这个手的老板，他叫司马娇，人如其名，很娇娇。很娇娇。这位是廖廷艳，她是一只爱躺平的小咸鱼，然后也是《更真仙赋》里我唯一的员工，然后她也是司马娇在世间唯一爱的人。可以快速说一下对方角色身上的3个优点吗？我觉得廖廷艳非常可爱，非常真诚，非常耿直，也很勇敢。狮祖面冷心热，非常照顾人，非常傲娇，能力很强，长得又帅。两位当时得知要跟对方合作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很激动。我也挺开心的，之前就看过露露演的戏，然后也有共同好友，我们共同好友是彭昱畅。那你们还记得在片场对对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狮祖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刚开始好客套。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在剧组试妆的时候，文导就一直起哄你们俩得熟起来，你不能害羞啊，还是会一开始有一点点生疏，后来就越来越好。通过什么方式手握起来？狮祖非常爱吃巧克力。我一张嘴说话，他说你是不是又吃巧克力了？对对对，那段时间不怎么吃饭，控制饮食，头晕就吃块巧克力。合作之前对彼此的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什么？能让我温暖你。很多人可能对露露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人之下，但是我其实当时看那个《爱情神话》的电影里面，其实有露露的，虽然可能戏份没那么多，但是对她印象还是挺深刻。合作之后觉得对方身上有什么反差感？飞宇老师做饭做那么好吃，实在是我意想不到的。那是我那一年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。对，我那会儿经常会自己做饭，带给大家一起分享，包括我自己做的蛋糕，切成好几块放在饭盒里送给大家。冬天很冷，是特别需要就是补充糖分的。每天其实在室外工作6、7、8个小时，想用这样的方式回馈一下大家这种辛苦劳动。说一下露露的反差感。我在进组之前了解露露，可能还是比较酷的，但是了解了露露以后，发现她其实是个特别幽默的，特别爱开玩笑，然后特别松弛，能跟大家打到一片，而且特别有梗的一个人。比如说今天讲一个笑话，说我嗓子痒，要不然吃个鸡爪给你进去挠挠。他经常会说这样的冷笑话逗我的时候，我确实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大咧咧的能放得开的一个人。如果用说对方是我合作的最什么的演员，各造一个句子。狮祖是我合作过最高的演员。那露露就是我合作过的最放松的演员，对于很多事儿，我觉得看的都很淡，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大家都应该很羡慕的，就是心很大，心很大，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包容。没有发现对方现实跟角色身上有一些相吻合的地方？就比如狮祖跟飞宇都是，如果不了解、不熟悉的话，都会感觉给人有点距离。但实际你只要一接触他，是很温暖你的人。包括我们在现场的时候，反正狮祖对廷艳的帮助很大，就表演上飞宇也对我帮助很大。因为限于是露露第一次拍古装戏，廖廷艳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这样一个人物。我演过在古装戏里面演过这种话很密、特别外向、特别容易成为谈话当中主动那一方的这样的人物，所以我知道它的难度在哪，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其实我们是相互帮助。露露其实本身就很像廖廷艳这个人物，尤其是她发呆的时候、放空的时候、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很容易被人误认为说是在放空、躺平，非常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的这种状态，其实跟廖廷艳还是很像。可不可以互相吐槽一下对方身上的点？如果开个吐槽大会的话。有时候冬天那手啊，他就老爱抠手，那手都抠破了，是血顺着手就流下。我问我说你这场戏要流血吗？他说就是随便抠的，然后这血淌一手。好夸张啊！怎么可能淌一手？动不动手就流血了，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他可能需要改的一个习惯吧。想不到狮祖的缺点。我可能有时候容易焦虑吧。不太没有什么嗜好和习惯啊之类的。就
就听说师祖收工了，爱做饭，然后对他的厨艺评价最好的就是红烧肉，是吗？还有那个柠檬蛋糕。柠檬蛋糕，对，那是哦，师祖这一点不好，待会嘲笑我普通话。这是在模仿他的声线而已。对方最惊艳自己的皮肤是哪一套？有一套红色的，头上长犄角的这个造型，那这样扮的浓妆一点点，反正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这种颜色的服装，其实也很好看。印象很深的一套是里边是黑色的，然后外场是红色的，你的头发是微卷的那种。我在现场夸过很多次，就是很潇洒，然后又很随意的那种造型感。非常值。可以用一句剧中的经典台词现场向对方饰演的角色告白吗？你的灵符里还长着属于我的花。如果我不爱你，我到哪都会过得很快乐。但如果我不爱你，我到哪儿都不会过得这么快乐。疯批师祖跟咸鱼打工人的设定非常的带感嘛。你们俩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最喜欢它的设定是什么？师祖是怎么从最开始的高岭之花变得那么好相处，变得开始懂得跟人接触的那种有人味儿。2年前看到这个剧本，觉得还是它的设定是很新奇的。我平时不是那么去关注，就是晋江文学城里面的古装的这些大的作品。然后其实看到县鱼这个剧本以后，然后我就回去看了县鱼的小说，就是我们的作者服化其实写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观出来，然后在这个世界观里面也描写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我同期看到剧本里头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，然后也是比较我觉得符合咱们现代人思维的这样一种设定。因为这个剧也是讲了这个三世纠葛嘛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世的故事线？我自己是最喜欢第一世。每一世都挺喜欢的。第一世就是有个更多的过程吧。我觉得第一世是最甜的，而且对于这2个人物来说，他们都是不断在了解自己、探索自己，受相互的影响，然后变成和原来截然不同的一个人。拍摄幕后有没有什么趣事吗？每次其实露露在跟我说现代话的时候，其实我要演的不了解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怎么可能不懂呢？包括当露露说到什么前男友啊、渣男啊，就是这一类的词，去定义这些词语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好笑的。有一场戏是师祖从一个高处走下来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气势很庞大。我们导演要追求很多画面上的效果，放了大量的烟。师祖吧，他也得符合他的人设，他不能看地面的，他就平视着前方，走着走着，哎呦，就有一个趔趄，差点就摔下来，然后露露就止不住在笑。哎呦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在那儿第一时间关心了师祖之后，然后再笑。那如果给大家安利一部你们觉得糖分超高的戏，你们会安利哪一场？喝醉酒那场戏，就是廖廷艳作为水獭，控制不好自己的酒量，然后不小心喝醉了。因为那场其实还挺甜的，就那场2个人有一个拥抱，挂在了对方身上。之前就是预告片曝光之后，大家都夸你的台词非常的厉害嘛。有人说你是掌管古希腊苏感的神，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，还有很多很大的提升空间，尽可能的把每一句台词都分析透彻，包括自己的声线，然后怎么给声音去化妆，我觉得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功课，对我来说都是特别有必要的这种准备。那因为这是你的第一部古偶嘛，还有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吗？决定去演司马昭这个人物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挺忐忑的，因为这跟我以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不太一样。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这样一个人物，魅力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需要演员有足够的自信去支撑自己的表演，然后找到足够的依据去给自己的信念感足够支撑。那我觉得是庞大的责任，我也尽我自己的所能，从各方面的想去塑造这个人物。那你有知道大家管那个司马昭又叫司马娇娇吗？他也是一个挺傲娇的人，但是他是自己是绝对不会承认的，他也不会表现出来。这种傲娇其实都表现在和廖廷艳的相处当中。影入片场一般会怎么称呼飞鱼？师祖、娇娇都会。跟现场喊一下师祖啊，师祖啊，师祖啊。娇娇一般傲娇的时候，或者想逗他的时候就娇娇啊，你要干嘛呢？吐血的画面拍那么唯美，有没有什么诀窍吗？就我看大家有很多的同行都有这种在古装戏里面吐血的这种经验，自己其实也会去看一些真实吐血的这种片段，就尽量就不把它做的这么的激烈。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人，他吐血我觉得都是在不经意之间的，
可能就是胸口突然涌出来一口血，它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那种喷射式的那种就吐血。廖廷艳把这个职场咸鱼的属性拿捏得非常明白吗？会获得什么启发吗？更多还是专注当下吧，在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之后，可以愉悦身心一些，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不用把别人制定的标准看为标准，自己制定属于自己的。现在这种反内卷啊、咸鱼、躺平的词也比较流行嘛，两位对于这个是怎么看的？躺平可能只是大家开玩笑的一种方式，它可能只是一个休息的说法。不管是剧宣啊，还是说平时的这种曝光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内卷。其实我觉得它也代表着一种比较正面的心态吧，因为大家其实都想在工作当中取得更多的成绩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心态。那如果让你们俩组团开一个咸鱼大师班的话，你们会培训什么？培训如何躺平，如何能心安理得的躺平。最希望剧中的哪个角色来上课？10千里吧。10千里。这原著是属于这个晋江古言 top 级别的作品嘛，外界的关注度很高。现在开播之后，两位会有一些压力吗？限于这个 IP 肯定声量是很大的，喜爱始祖廖廷艳这两个人物的读者朋友们很多，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压力。然后其实也是前期我们在拍摄这个戏的过程当中，你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的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演员背负着一定的期待吧。